奥巴马曾经说过，如果让14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，对于世界将是灾难。而这其实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。他的逻辑是：假设蛋糕不变大，也就是地球资源总量固定，如果再让14亿中国人达到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耗量，全球就会面临资源枯竭。实际上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数据，美国每年丢弃的食物高达4000万吨，就这一部分已经足够养活1.5亿人了。而中国的餐饮浪费率5%，仅为美国的1/6。不过，奥巴马这话听着很气人，但也并非完全不讲理。中国的人口14亿，占全世界的1/5，全球蔬菜年产量约11亿吨，而中国的蔬菜年消费量约5.8亿吨，全球蔬菜消费水平平均是每天0.5斤，也就是半斤。这其中，中国人均每天消费1.3斤蔬菜。作为还不是发达国家的我们，吃菜这一项也已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.6倍。如果我们再按照发达国家的饮食结构，也就是增加高价值蔬菜的占比，中国可能需要额外再占用全球20%以上的耕地资源，挤压其他国家的蔬菜出口供应。全球每年的海鲜产量约2亿吨，中国年海鲜消费量约4500万吨，换算下来，中国人均年消费46公斤，已经是全球平均水平25公斤的近2倍。这相当于全球每3条鱼中就有1条被中国人给吃了。若升级到日韩的水平，也就是人均消费70公斤，中国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再额外增加400万吨海鲜，而增加的这一部分已经接近全球总产量的17%。全球的玉米产量约12亿吨，大豆3.6亿吨，主要是用于饲料，而中国饲料每年消耗量约3亿吨玉米，1亿吨大豆。中国养殖业消耗的饲料量相当于全球玉米产量的25%，大豆产量的28%。这样的例子放在其他领域还有很多，我就不赘述了。我经常提醒大家，在你盼望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时，不要忘记我们有14亿人口，这个数字太大了。比方说在吃海鲜方面，如果中国每年人均再多吃10公斤海鲜，那就需要多捕捞1400万吨，这个数字接近日本的全国年消费量。数据不会说谎，但选择权在我们手中。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就得慢慢来。当然，我们不会重蹈昂萨人那种掠夺式发展的旧剧本，而是要以14人的体量为人类文明闯出一条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的新路。这才是中国对世界真正的贡献。总有一些连国都没出过的傻鸟，把美国幻想成天堂。今天我们不搞大而化之，来点具体的。看看在中美两国从零收入的到大富翁级别的，从底层到顶层的，一个一个比，看看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谁生活得更好。首先登场的是无收入或者收入极低人群。先说美国，根据2023年 HUD， 也就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数据，全美无家可归的人口超过65万，也就是每520个美国人里就有1个人在流浪，其中有20万人常年睡在街头。而底层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医疗，没有医疗的急诊，动辄就收你上万美元，不小心摔一跤就可能倾家荡产。再看中国，中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，街头乞讨者极少，并且这些人只要钱不要饭，基本上出现个别人流浪，多数也是因为精神问题或是特殊原因。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，2012至2020年，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。即便是零收入人群，也可以通过低保拿到基本的生活费。城市人均每月660元，农村人均每月540元。简单说，中国的穷人最起码不会睡街头饿肚子，因为对于这部分人群，有政府提供的公租房、临时救助、医疗兜底。结论：美国底层靠社会运气，中国底层靠国家兜底。相比之下，越穷的人在中国反而会越安全，更有尊严，至少也绝不会饿死。接下来出场的是普通打工仔，也就是很多人自称的牛马。先说美国，联邦最低时薪为 7.25 美元，加州等地上调到了15美元左右，听起来收入还不低，但别忘了这是赚美元花美元。美国的汽油、房租、医疗、学费一样都不便宜。以纽约为例，一个麦当劳员工的月薪为2400美元，扣税后约2000美元，然后他租个单间至少得花1200美元，剩下的1200刀还有交通、吃饭以及七七八八的其他杂费等着他，月光族基本没跑。更糟的是，大多数蓝领工人没有完善的医保，遭遇变故照样是毫无保障。
再看中国，打工人群体极其庞大，从外卖骑手到工厂一线的工人，月薪在3500到7000元之间。虽然收入不高，但日常开支也相对低，一碗面10几块，合租房子1个月几百块，医疗社保全面覆盖。广州、杭州等地的外卖员现在月收入过万的也不少。他们虽然辛苦，但只要肯干，日子还是能过得去。结论：中国的打工人活着不难，但美国底层的工人一旦失业、离婚、看病，分分钟就让他跌入深渊。还是那句话，美国社会不给你兜底，你要是失业，要么赶快去找工作，要么就去当流浪汉。然后看中产阶级，美国中产家庭的年收入一般在6到15万美元之间，看起来光鲜，但扣掉房贷、车贷、学贷、医保、税收等，实际上手里能支配的银子并不多。尤其是不管大人还是孩子，一场疾病就可能让这个家庭破产。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那些吹美国医疗好的家伙根本不知道，全球最怕得病的就是美国人。在美国，因病致贫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。根据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研究，超过2000万成年人，也就是每16个美国人里就有1个背着因为看病欠下的医疗债务，其中1100万人欠款超过2000美元，约有300万人债务超过了1万美元。每年有超过 65% 的美国人因为治病破产，约有 66.5% 的个人破产案件与医疗费用直接相关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人中有近 80% 在患病时还是拥有健康保险的，但仍然会被高额的医疗账单给压垮。医疗债务甚至让 17% 的背债人失去了住房， 63% 的人因此放弃了继续治疗。也就是很多人选择，既然看不起病，那老子就不看了。可见医疗负担对于普通美国民众来说，绝对是沉重的生活打击。反观中国，城市中产者主要以公务员、教师、白领为主，这些人的月薪大约在8000到2万元不等，房子多数是靠6个钱包凑的首付。生活虽然不轻松，但是还算稳。近年消费降级、教育焦虑、股市低迷，确实拉低了幸福感。但相较而言，中国中产普遍有房、有储蓄、有社会网络作为兜底。在医疗方面，中国的医保覆盖率接近全民，住院可以报销 60% 以上的大头费用。虽然排队麻烦点，资源也有分层，但大病致穷的风险比起美国的家庭要低得多得多。所以结论是，中国中产的焦虑是未来，美国中产的焦虑在眼前，一个怕失速，一个已经在下滑。最后有请富人阶层登场。先看美国，顶级富豪的财富集中度惊人。2023年，美国 1% 的人控制着全国 32% 的财富。这些人拥有私人医生、专属律师、家族信托、免税天堂。他们早就已经不把美国当成国家，而是当做一个资产的配置点。然后看中国，中国的富人第一代多数是靠实业、房地产起家的，第二代已经逐步转向了金融科技。虽然总体赋税不高，但受政策波动的影响较大。2020年后，平台经济监管加强，一些人的资产缩水严重，但总体仍保有极强财富积累的能力。中国富人的体制外财富多通过海外配置实现，抗风险能力较强。不同的是，中国富人怕政策风险，美国富人怕民粹风险。但这两个国家的富人都一样，过得比普通人好得多。还有就是在中国你可以富，但在有些事情上你还是必须要有底线、红线，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，否则法律就会收拾你。所以一些有钱人会往美国跑。最后，中国与美国谁的百姓活得更好？那我没有统一答案，但可以这么说，如果在生存底线这个层面，中国底层人民的安全感更强。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，中国在给穷人兜底，穷也要让你活下去；美国在筛选富人，穷人只配流浪街头。中国是尽量让所有人别掉队，美国是你混不好，那你就活该。先把结论放桌上，就算真的开打，中美两家谁都不敢动对方的本土，也没有人敢轻易认输。原因很简单，中美都是核大国，双方一定会把战争控制在不引发核战的前提下。因为升级到了核战，结果就是双输。举例说明，美国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拥有核弹的大国本土。朝鲜战争时，美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了鸭绿江边，但他也没敢越线炸沈阳。那个时候中国虽然没有核弹，但背后的苏联有。越南战争时，美国同样止步于北纬17度线，因为越南背后的中国那时已经有了原子弹，并且还有苏联撑腰，美国害怕把常规冲突推上核台阶。再说地理这道门槛，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横跨1万多公里去炸美国的本土。
美国想打中国，它同样也得穿过第一岛链，这就意味着它要顶着上千枚反舰反基地导弹冲进西太。光是3000多公里的关岛，眼下就被东风26锁死了。公开估算，发射车至少有80到100辆，只需单轮打击就能把美国在关岛的关键节点全砸成筛子。第二道门是体系，中国在家门口布了一张海陆空天一体的大网，从歼20高空截获到055大区远程舰空导弹，再到北斗天链加持的火力回路，任何闯入者都会被多波段感知，多个平台接力揍他。美国航母编队如果硬闯，首先要挨一轮3000多公里外飞来的东风21D、东风26导弹暴雨，再近一点还有东风17鬼影闪击，即便开到了1000公里战线内，055歼20和海量的巡飞弹就能接棒揍他。而到了这一步，就已经不是点状对决，而是进入了中国的体系绞肉机了。至于体系的威力，最近的印巴空战已经给了现身说法。很多人执着地认为中国的歼10C 各方面都优于阵风，这一点我不同意，但是也不想争论了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就算把一根挂着霹雳15的擀面杖接入到中国的作战体系下，阵风照样得死。实际上这次印巴空战，歼10C 的作用就是按了一下导弹发射键，大部分数据是由预警机、地面预警和电子战支援的。歼10C 率先收到了体系提供的敌机数据，于是拉开距离冷射霹雳15，一口气干掉了3架阵风。这就说明再贵的西方战机掉进了对手成体系的杀伤链，照样得变成靶机。第三道门是我一开始说的核门槛，两国都握着终极否决权，只要常规态势把一方逼到了本土出现压力，那么核战的阴影就会让另一方理性的踩刹车。说白了，谁都不敢把对方逼急了。结果就是常规冲突再激烈也会停在有限目标，比如争夺岛链制空制海，而不会升级到轰炸对方本土。第四道门也是朋友们往往最容易忽视，但却是最致命的，那就是经济。大家别小看外贸这口饭，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 6.16 万亿美元，其中出口 3.58 万亿美元，进口 2.58 万亿美元，而这部分收入依旧占了咱们 GDP 的 20% 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中国赚的5块钱里有1块要靠卖给外国人。所以如果台海战火点燃，就会引来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，美元结算被冻结，船只没有保险，进出不了港，高端芯片和关键零件断供，导致这条每年6万亿美元的外贸大动脉就会像被拧紧的水龙头，资金流货物瞬间被堵死，资本听到炮声会率先跑路，离岸人民币贬值，股市债市跳水，而这个冲击和损失比真正的战争更大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不怕美军的航母战机，但是怕自己扛不住金融的冲击波。美国其实最希望的是中国出兵台湾，他就能获得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就是中国入侵民主地区。他未必敢出兵亚太，但是可以带着西方和其他小弟集体制裁中国。他并不想在战场上与我们碰撞，而是在外围展开封锁，就像俄乌开战时制裁俄罗斯一样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际形象等领域孤立你，把你搞穷，把你的发展打断。因为美国早就把保卫民主和台海现状写进了相关国内法和盟友条款，只要大陆动手，他就能引用这些法律，说自己是合法的反制，顺理成章地拉着队友一起下手制裁。为什么我说美国比中国更怕真打呢？答案是代价与收益不对等。美国的企图无非就是考虑中国武统台湾时他要不要出兵干涉，这件事让他非常的为难。不出兵，在盟友的面前就很难维持大哥的地位，出兵很大可能会挨一顿打，搞得灰头土脸，跌下神坛，这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冒险。防卫盟友是政治面子，保关岛、保夏威夷则是战略底线。真要把航母硬塞进台海，美国得先签一张空白支票，要准备把2栖攻击舰、补给舰甚至冲绳、关岛的基地送到中国的手里挨刀。五角大楼2025财年预算8500亿美元，号称史上最高，但真正能往西太追加的快速增量有限。毕竟全球800多个海外基地都在嗷嗷待哺地跟他要钱。但美国的最佳剧本还是让中国先动手，然后把对俄制裁的那套把戏复制到中国身上，冻结外汇、断芯片，组建印太版北约，用政治加绞索把北京拖进持久消耗。所以台湾对于美国更像一张诱敌的道义门票，只要能把冲突定义为民主地区遭入侵，白宫就能在联合阵线里名正言顺地按下制裁启动键。所以中国为何按兵不动，并非是触美国的航母，而是盘算在降维打击之外的生存阈值。台湾岛固然重要，但还没有重要到宁可让14亿人勒紧裤腰带也要立刻掀桌子的地位。但假设中美真的要开常规战，战火基本只会烧到台海及周边空域，
冲绳、宫古一线也会是主战场，炸得最猛。稍微远一点的菲律宾海关岛则成了外圈拉锯。中国不会越洋砸美国的脑袋，美国的舰机同样不敢硬闯到山东半岛外滩。谁跨过了这些门槛，谁就先把自己拖进了核末日的倒计时。所以真要论鹿死谁手，答案恐怕是谁先失去了战略耐心，谁就先出血。而耐心恰恰是21世纪大国最稀缺也最昂贵的武器。10年前央视的一档军事节目里，当被问到中美军力差距时，一位专家曾经给出著名的论断：如果美军原地不动，坐等我们发展20年，中美军事的技术差距或许能抹平。当时这话说完，让无数军迷心里一片冰凉。但现实往往比段子都魔幻。如今回看，美军何止是原地不动啊，简直就是在军备竞赛的跑道上表演反向冲刺。从2012到2024年，美军军费暴涨 58%， 从6450亿飙升到了8860亿。但结果呢？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花最多的钱挨最多的打。一、烧钱黑洞，美军装备更新的魔幻现实。比如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，老美原计划是要造32艘的，结果现在缩水至3艘，单价还从14亿飙升至79亿美元。这个价格已经足够造3艘055大驱了。可是就这么高的造价，还把核心功能给取消了，把电磁炮换回了传统的舰炮。它的现状就是1艘趴窝维修，2艘当技术实验品。还有 F-35 闪电2战斗机，项目总成本超过了 1.7 万亿美元，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3年军费的总和。它每小时飞行的维护成本高达 3.6 万美元，对比我们的歼20，仅每小时8000美元。到了2023年 ，F-35 的战备率仅 54%， 并且软件方面的漏洞高达873个。再说说它的福特级航母，这艘号称全球最先进的航母，单舰成本130亿美元，相当于中国把福建舰跟山东舰加在一起的造价，其战力被认为是辽宁舰的6倍，但电磁弹射的故障率竟然高达 23%， 而这个数据一开始设计的要求是要小于 1% 的。并且弹药升降机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决卡壳的问题。2、技术停滞，美军在5大领域集体翻车。首先是高超音速武器领域，老美吹了10年的 AGM-183A 7次试射炸了5回。2024年5月，他灰溜溜地宣布技术路线要进行调整。内行的人一看就明白了，他这就是要卷铺盖下马了。对比咱家呢，东风时期早就列装了4个导弹旅，舰载版鹰击21都已经形成了战斗力。再看激光武器方面，美军那个号称太阳神的舰载激光武器60千瓦的功率竟然只能够烧无人机，还没有咱们出口沙特的30千瓦的寂静狩猎者顶用。人家狗大户去年用这玩意儿实战，已经拦截了13架胡塞的无人机。那我们自用型号的功率会是多少呢？解放军对这个笑而不语。电磁炮方面，老美前后折腾了20年，结果到了2023年，美国海军宣布终止研发。可中国2018年就已经把电磁炮装到军舰上搞测试了。还有隐身战斗机的断代危机， F-22 的生产线2011年就关停了。至于6代机嘛，众所周知，老美还在图纸阶段，但老中这边时机都已经亮相了。更打脸的是2023年，中国歼20交付了55架，美国的 F-35才48架。最后就是反导系统变成筛子了。老美专为拦截中程导弹优化的萨德，单枚拦截弹造价1200万美元，但是拦截的成功率仅为 46%。2022年，老美用萨德模拟拦截东风26， 6次中仅成功了2次。尤其是面对高超音速导弹时，这玩意儿彻底变成了摆设。反观咱家的红旗19 ，5次中断反导全中。看完这些对比，五角大楼确实该补考了。3、中国军备的技术爆炸。海军下饺子，10年新增战舰138万吨，相当于比美国多造出了一个法国海军。055大驱9亿美元一艘，价格不到美国伯克3的1/3，盾舰数量追到48艘，美国老家底还剩92艘。东风26 4500公里打击移动靶船，误差不到30米。鹰击21舰载高超音速导弹，末端10马赫灌顶攻击。霹雳17全球首款量产空射高超音速导弹，攻击10亿隐身无人机与歼20组队猎杀，还有珠海航展的蜂群控制系统，一个人就能指挥200架无人机。
2023年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实验成功，太空站准备就绪。4. 五角大楼的账本 F-35 座椅加热器市价200美元，美军采购10万美元一个，防摔咖啡杯1280美元一个。驻日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每年要消耗3800万美元，足够养活一个装甲旅。洛马的 CEO 年薪4890万美元，中国军工老总15万美元。雷神公司年砸2600万美元游说国会，5年里437名军官入职了军火商公司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国的战备水平也大滑坡。对比飞行员的每年飞行时间，中国210小时，美国140小时。海军军舰部署周期，中国是1:1，美国是1:3。陆军装备的完好率，中国是95%，美国68%。最后暴击，当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已经开始把歼35送上天时，美国的福特号还在为通厕所的这件事儿开紧急的会议。中美之间的军事发展就像一场龟兔赛跑的心结，当年专家口中需要20年追赶的技术鸿沟，在美军的持续摆烂与中国军工开挂式的发展的双重作用下，正在以戏剧性的速度消弭。这其实不是简单的实力逆转，而是两种发展模式的对决。一边是资本绑架下的军备鬼打墙，一边是举国体制催生的技术爆炸。或许用不着再等10年，当00后的军迷成为社会中坚时，或许他们讨论的将不是何时能追上美军，而是美军还剩下什么东西值得咱们去学习。